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金老师。我先稍微 comment 一下日本的情况哈。我的观察我不知道对不对哈，我的观察是日本的那个就是边境管制太晚了。因为可能是因为你要办奥运，所以你边境管制，你看几个国家边境管制晚，欧洲好，欧盟管的，美国也是，所有边境管制晚的地方。其实都很惨，包括香港有一阵子疫情很厉害，就是他那个香港跟中国大陆那个边境管制，我觉得越早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过跨国的 data， 边境管制越晚。其实那个病就进来，因为你防不胜防嘛，你后面是等比级数的传播嘛。第二个，我同意你刚刚所讲的，就是说日本呢，它不是只有一般人说有人要为选举去说，这个是很像流感，甚至他的那个一些科学顾问也认为，刚开始认为说这个病毒很像流感，可是他忘了病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基础传播数，就一个人可以传给几个人，可是你可以看到，就算是1918年、1957年、1968年3波全世界大流行的流感，它的基础传播数还是比新冠少。新冠很大，所以为什么会武汉封城，然后后面到那个中国大陆、浙江好几个省份，你如果去问他们都说金老师，我们只是开会，一起吃饭，聊聊天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打电话，哇，他这样就中奖，所以这个病毒的传播力。事实上是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，因为没有传播就不会中奖嘛。那所以就是那个，所以我个人认为说，大家认为它像流感，是因为它的重症率没那么高。好，它的重症率没有像2003年的 SARS 这么高。好，所以可是在流行病学上，它的传播力还是重要的。是，对，老师，我刚刚继续就请教，因为刚刚你提完这个边境的管制非常重要，现在大家就很担心变种病毒进到台湾哦。因为印度的部分，我们看到这个中央联委指挥中心也有公布说，已经有几个例在境外检测到，当然还没有在台湾，但大家很担心啦，因为台湾现在爆发流行的是英国的变种病毒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老师就直接请教你，那怎么办？我认为世界各地的变种病毒迟早都会进来台湾，你根本不要去想说现在没有或是怎么样。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应该是说去年5月，我就已经在那个我们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那时候演讲的时候，我就说后面台湾的挑战很大。好，就几大挑战，就是所有那个新闻通通都出来。可是呢，我发现等到变种病毒在今年年初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又去写文章说，变种病毒可能是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作战的对象。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一直告诉学生说，你今天看到那个疫情，你一定要重视等比级数。不是说等它结束不重要，等它结束也很重要。比如说像伊波拉病毒找出那个猴子，或者是怎么样哈，就出血热病毒找出那个也很重要。可是问题是哪个东西对疫情的严峻度会影响更大？那这个你必须要做决策。所以你现在的防控很简单，你不管它是不是变种病毒，你今天的防治策略就是要走在病毒的前面，不能走在病毒的后面。那所以这个怎么做呢？这个做法就是，其实疾管署的侦测系统是全亚洲最好的。现在其实它有非常好的症候群侦测、急诊症候群侦测，它还有人口密度高的，就是2003年我们建立的人口密度高的密集区的症候群侦测。那我们在学校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东那几个，我们全力建立了学童的传染病症候群侦测，那时候是为了肠病毒。好，那所以你要所有的侦测系统这个网都撒下去，那你这样子才会看到病例可能在哪里，那边赶快就有社区筛检站跟病毒作战，你还是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能够去打仗。是。